2013年韩国高考那天，2位美丽的女高中生遭到残忍杀害。现场停有一辆车，车内发现了嫌疑人高正宇的指纹。高正宇不仅认识这2位女生，其中1位还是他的初恋。警方将高正宇从家中带走时，他完全处于糊涂状态，看起来完全搞不清状况，仿佛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毫无记忆。根据高正宇的说法，高考那天结束后，他乘公交回家，看到女友杜恩在街上。很奇怪的是，他给杜恩打电话，杜恩却毫不犹豫挂断了。这种异常行为明显是出轨了。高正宇急忙回家，准备开车去找杜恩对峙，没想到村里的青梅竹马宝英因为考试失败，正在车里哭泣。高正宇没心情理他，让宝英快点离开。宝英气愤地骂他瞎了眼，找什么女人不好，偏偏喜欢杜恩这种女人。宝英气愤离开。高正宇越想越气，本来约了4个朋友来玩，现在完全没心情了。反正父母出国了，他就放纵自己喝个痛快，然后不知怎的被当成了凶手。警方完全不信他的解释。接下来，警方把小五、胖子、猴子和小美叫到警局，他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况，确实目击到高正宇和宝英大声争吵，一直默默喜欢高正宇的小美，甚至特意上楼偷看了一眼。高正宇确实喝了很多酒，但杜恩的奶奶说，他打电话问杜恩何时回家，杜恩说他和男朋友在一起，还听到了男声。紧接着，杜恩突然尖叫起来，电话也立刻挂断了。宝英的父亲在作证时情绪崩溃，发誓要为女儿报仇。警方只好使用测谎仪，询问他是否杀害了宝英。高正宇突然变得很激动，从图形变化来看，高正宇在撒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路人大妈报案，她说她晚上在等公交，正好看到高正宇开车经过，神色非常可疑。最关键的证据在高正宇的房间里找到。警方仔细搜查后，发现了一双沾满血迹和泥巴的球鞋。负责此案的警长正是高正宇的舅舅老马，但面对确凿证据，老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大外甥是凶手。老马将结果告诉了他的姐姐梅姨，梅姨来到看守所，严厉质问儿子是否杀人。经过3天3夜的审问，高正宇哭着只说了3个字：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警方将高正宇带回仓库，命令他现场模拟，还原杀害2个女生的整个过程。直到那一刻，这小子才反应过来，大声喊他是被冤枉的，可惜已经太晚。韩国检方急于平息舆论，把高振宇送上了法庭。鉴于高振宇年纪尚轻，且没有前科，加上始终找不到尸体，法院考虑情况后判了他10年不得假释。10年听上去不算长，但坐过牢的都知道，狱友最爱欺负新人，尤其是对女性有案底的。高正宇一进去就开始3天挨一顿顶3天。如果只是肉体的折磨还能忍受，但高正宇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煎熬，在里面一待就是10年。他妈妈一次都没来看他，他爸说妈妈太忙了，没时间来。这让高正宇心里清楚，他妈妈认为他是个杀人犯，这比枪毙还难受。高正宇最后明白了一件事，想在监狱里活下去，得看谁更狠。他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懦弱，开始无所顾忌的反抗。有一天，一个狱友挑衅，高正宇像疯了一样咬掉了对方的耳朵。从那以后，就没人敢惹高正宇了。再说他那4个朋友，3个人消失了，只有小美每月都来送东西，而且小美越来越漂亮，居然成了韩国当红的平面模特。时间转眼来到了2024年深秋，拍摄结束后，小美一披外套就冲出去了。因为今天高正宇刑满释放，小美迎上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忍不住感慨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已成英俊少年。小美开着宾利带高正宇去陵园，去祭拜几年前去世的父亲。之后2人继续上路，高正宇打算回马家屯去看望10年未见的母亲。快到目的地时，小美的车被猛地撞了一下，发生了典型的3车追尾。肇事的货车司机撒腿就跑，中间的男子看见这情况，立刻追了上去，很快在下一个路口堵住了货车。男子声称自己是警察，请货车司机下车。货车司机听后更慌了，猛踩油门，差点撞倒男子。这时高正宇赶上前来，怒斥那男子想逃。男子坚称自己是警察，自比韩国版的窦骁，说自己绝不会抵赖。高正宇笑称自己是韩国的贾乃亮，少说废话。留下电话后去联系保险。那男子确实是警察，名叫卢尚哲，曾在首尔广域搜查大队。他嫉恶如仇，抓捕时常对罪犯动粗。领导下了一道调令，把卢尚哲降职到小地方当队长。今天是他的上任第1天，在科长的带领下，卢尚哲见到了新队友。同时高正宇回到了久别的老家，他的母亲梅姨在这里开了家饭馆。死者宝英的父亲宝叔经常来这找麻烦，梅姨做的汤，宝叔尝了一口说太淡，梅姨提出换一碗新的。宝叔突然伸脚绊人，
梅姨连人带汤摔了一跤。尽管如此，梅姨一声不吭。高正宇走进饭馆，除了服务员，在场的老人们都愣了一下。宝叔很快认出了这张帅脸，冲上前想要动手。梅姨把儿子推出门外，告诫他永远不要再踏进这里。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，让高正宇久久不能平静。曾经的家乡，现在变得比监狱还冷漠。夜深了，胖子来找高正宇，现在已经是警察的小武也打来了电话，邀他出去市中心喝2杯。一路上，胖子向高正宇解释，高考后几个兄弟都去当兵了，退役后读了大学，毕业后忙于找工作，真没时间去探监。说着，两人走进了餐馆，走过一群小混混，领头的指着高振宇大声辱骂。走没几步，混混们看到路边的卢尚哲，就想找他出气。高正宇赶上前去，3下5除2就把他们打倒了。这场打斗让2个男主角结识，他们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聊。先来说说高正宇，被带到局长的办公室，老马用了10年时间才坐上局长的位置。对于自己亲手逮捕的外甥高正宇，老马自然想做些补偿。他在首尔托人找了份工作，希望高正宇能带着梅姨换个环境，到大城市生活，把过去不愉快的事都忘掉。但高正宇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，他的母亲就被人从天桥上推下了，摔得到处都是血迹。看来10年前的真凶并没有打算放过他。警局的老韩认为，梅姨知道儿子出狱，觉得没脸见人，所以找了个地方自杀谢罪。但被调来的卢尚哲立刻否定了这种推测。梅姨刚买了橘子和衣服，显然没有自杀的意图，而且从坠楼的角度来看也不像自杀，肯定是被人推下去的。这表明有人故意要报复高振宇，想让他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换句话说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嫌疑。最有嫌疑的是死者宝英的父亲宝叔，女儿失踪了，尸体也找不到。宝叔沉醉于酒精中，脾气更是比酒烈，一看到高正宇，立刻用酒瓶砸向他，让高正宇头破血流。谁最希望高正宇遭受痛苦？非宝叔莫属。但监控中出现的神秘男人，并不是宝叔。梅姨坠楼不久后，一个戴帽子的胖子悄悄逃走了。刑警小武看到这一幕，面色大变。同事们去吃饭的时候，小武悄悄回到座位，正要拔出 U 盘时，被队长卢尚哲当场抓住。小武只能坦白，那胖子是他父亲老武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想拿走视频去和父亲对峙。卢尚哲严厉批评小武的鲁莽，你这是明知故犯。于是卢尚哲把监控交给局长老马。老马看完视频后愣住了，视频断断续续的，根本无法证明老武就是推梅姨坠楼的凶手，顶多只能算是个目击者。按老马的指示，老武被列为犯罪嫌疑人，被带到警局接受询问。卢尚哲向老武提出了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今天上午10点多，你经过天桥的时候，为什么下雨时不打伞？第二，你和梅姨认识很久了，看到她坠楼，为什么不立即报警？老武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直接回答。卢尚哲因为被害人的儿子在 ICU 而感到恼火，而你却在这里跟我玩文字游戏，不想到竟然……老武还发脾气，他坚称高正宇是个杀人犯，而不是什么受害者。卢尚哲作为外地人，不了解这里的过去。下班后，他查阅了10年前的新闻。马家屯虽小，但变态却不少。高正宇看起来清清白白，10年前却杀害了2名女孩，至今都没说出尸体埋在哪里。难怪村里人见到高正宇，都让他赶紧走人。唯一喜欢高正宇的是小美，现在已经是首尔的红人模特。得知梅姨出事后，小美取消了所有工作，连夜赶回家。她到了梅姨家，高正宇一直不接电话。小美知道门的密码，就自己走了进去。等到高正宇回来，小美为他准备了丰盛的便当，提醒他注意身体别饿坏了。那么刚才高正宇去哪儿了？原来他去了老马家。老马特意叫来了老武和卢尚哲，让他们面对面把话说清楚。其实老武的嫌疑不大，希望高正宇不要大动干戈，就按证据办事。实际上老武确实不是凶手，但他也没说出实情。老武好像看到了梅姨坠楼，认出了凶手是谁，于是急忙逃离了现场。案子越来越复杂，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卢尚哲回到了天桥，他希望找到遗漏的线索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解开谜题的关键竟是一条狗。那天早晨，旺财在村口遛主人，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。旺仔冲向下水道，挖出了一根骨头。这根骨头是死者宝英的大腿骨，这根骨头成了突破口。警方能找到那2个女孩的尸体吗？高振宇能洗清冤屈吗？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剧的悬疑，请点赞支持并收藏关注，我们不见不散。